旨在扶植本国半导体芯片产业，进而打压中国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在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后，已过去几个月。但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该法案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政治博弈的焦点，导致该法案难产。继美国100多家科技巨头高管联名呼吁通过该法案后，美商务部长也发出警告：如果国会再不批准，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就在美国国会仍在为了芯片法案不停扯皮的同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心急如焚。他周一敦促国会在8月休会期前尽快通过该法案。雷蒙多警告称，如果再拖延下去，煮熟的鸭子可能就会飞了。And this CHIPS Act isn't passed by Congress. These companies will not wait, and they will expan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hose are once-in-a-generation investments, and this country will lose out. 雷蒙多的表态并非纯属对国会施压。就在6月中，包括英特尔、微软、IBM 等100多家美国科技巨头的高管向国会发出联名信，对停滞不前的法案表示强烈不满。今年1月，英特尔宣布将在俄亥俄州新建2座芯片制造工厂，这将是该公司40年来首次新建生产基地。新工厂原先预计今年开工建设，2025年投产，初始投资额为200亿美元。但由于联邦政府尚未为其提供建设资金，新工厂的奠基仪式被无限期推迟。所谓芯片法案可以称得上是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的前身，也是其关键内容。今年2月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文本内容长达2912页，综合了多项众议院之前推出的相关议案，其中就包括了向芯片制造业投资520亿美元补贴的芯片法案。该法案旨在扩大美国国内芯片生产和研发，提升美对华科技竞争力，从而实现遏制打压中国的目的。不过，有分析指出，虽然竞争法案的出台使得美国半导体行业为之一振，但美国两党之间的博弈无法平衡各大财团之间的利益，导致法案面临难产困局。而且，美国半导体科技公司众多，520亿美元的补贴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杯水车薪。那美国目前是牢牢占据了芯片产业的一个。它是供应链的上游，也就是设计、研发这样的一个，就是它处于顶端。那么当前的话，美国是试图通过产业的补贴，希望把这个制造业这一块也能够促进供应链的回流，去拉回到国内。那么它这样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市场竞争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到底是不是最符合这样的一个经济理性？到底能不能够应该说促进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实它是有争议的。特朗普执政时期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继续沿袭这种定位。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就是遏制中国战略的重要体现，这也是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能够达成共识的少数议题之一，使得芯片法案在初始阶段颇为顺利。去年6月，美国参议院以68票对32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所谓的芯片法案。但之后吊诡的事情发生了，众议院围绕芯片法案拖延了8个月，对基础设施一揽子法案也是一样。当众议院最终在今年2月通过了自己版本的相关法案时，具体内容与参议院版本却有很大不同。4月，美国国会指定一个庞大的、包含107人的协商委员会，负责协调众议院和参议院的2个版本。这个委员会直到5月才第一次开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6月26日发表题为《半导体立法难，凸显美国为何遭遇竞争困境》的文章指出，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因为无休止的拖延和政治口诀而举步维艰。迄今为止的情形揭示了美国为什么难以发挥竞争力，破碎的政治体制导致这项工作几乎成为不可能。按照惯例，美国国会将于8月休会。如果在此之前未能将法案提交至总统签署，那么休会期后，多数议员的重心将会转向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将会逐步把关注重点放在枪支暴力等亟待解决的国内问题上。此前曾与拜登政府合作推进芯片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也不再愿意该法案被通过，以免该法案成为民主党中期选举的资本。两党都会努力的在这个就是国会包括在推进立法过程当中呢，是促进自身党派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当前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因为中期选举已经临近，而且民主党人从目前民调各方面都是处于劣势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点的时候，共和党人是把
两党的这样的一个对华竞争的法案，是作为其实是阻挠民主党人作为这样的一个博弈的杠杆。近年来，美国国会迎来涉华法案的新高潮，反华名目层出不穷，竞争花样不断翻新。去年4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共同提出无尽前沿法案，强调通过赢得对华竞争，继续维持领先地位。但由于争议较大，未获通过。同年5月，舒默在无尽前沿法案基础上推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计划在科技研发方面投资2500亿美元，为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全面抗衡做准备。该法案于当年6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构成参议院所倡导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的主要内容。但众议院未进行投票，而是提出了提振美国的高科技研究和制造，以对抗中国的新版本，并在今年通过了众院版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在美参议院版竞争法案通过后，中国外交部曾回应称，相关法案涉华内容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充斥冷战零和思维，与中美两国各界希望加强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事实上，美国对华大搞所谓战略竞争，无论是诉诸关税战、科技战，还是动辄威胁使用制裁，都跳不出一个巨大困境，即违背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和产业链供应链规律，以政治操弄强硬对华脱钩，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它其中夹杂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因素，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要想办法去限制资金还有技术流向中国的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打压中国产业、中国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旨在通过巨额补贴来提升芯片竞争力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却因为共和党籍参议员的反对而处于难产状态。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过去这几年来，反华与遏制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及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共识。凡是涉及到中国的议案，尤其是涉疆、涉港、涉台议案，国会都会以高票通过。这个2022年美国竞争法是民主党与拜登政府上台后力推的一个法案。然而至今1年多已经过去了，他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很显然，这件事情被卡住，并不是因为民主与共和两党在是否遏制中国与是否提升美国竞争力问题上存在着理念、路线或是政策之争，而仅仅是因为权力之争，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因为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党恶斗。对于民主与共和两党来说，通过补贴芯片产业来遏制中国、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这压根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这个法案通过的功劳究竟应该算在哪个党头上？共和党认为现在是民主党在执政，那这个法案一旦通过，功劳自然就会算在民主党头上。因此，心理不平衡的共和党要千方百计卡住这个法案，不能让它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前通过，否则就会有利于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不利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为此共和党还向民主党与拜登政府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那就是要让这个法案通过可以，除非拜登政府承诺继续维持对华产品加征的关税，因为这个关税是共和党与特朗普执政时加征的。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关税会伤了共和党的面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再次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美国竞争法案，并强调说，美国的芯片企业拖不起。那么您觉得为什么美国的产业界会感到如此的焦虑呢？在这场世纪性的中美战略竞争当中，美国已经出现了有些乱了方寸的迹象。而在我个人看来，美国在芯片发展领域内的恐惧与焦虑，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的结果。首先，正是因为美国主动挑起了中美高科技战，推行了中美高科技产业链脱钩政策，尤其是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
才使得中国不得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以举国之力推出了自己的芯片发展战略与发展计划。外界预计，假如一切顺利的话，中国大陆渴望在3-5年之后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芯片生产基地。而美国担心被中国超过，自然也就变得更加焦虑了。其次，众所周知，当前全世界芯片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就是中国的台湾。美国最高端的芯片几乎完全要依赖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然而这些年来，由于美方一直在挑拨与操弄台湾问题，企图以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使得台海局势一直处于升温的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情况又使得美国担心，一旦两岸实现了统一，台湾的芯片制造业将会落入中国大陆的手中。这也成为了美国必须要加快芯片国产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旨在通过巨额补贴来提升芯片竞争力的美国竞争法案，表面上遏制的是中国大陆，但实际上伤害的却是台湾，是要弱化台湾的芯片制造业的竞争力。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五，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首次公布了军民机产品品牌命名规则，并发布了18个品牌系列的各型产品品牌名称，涵盖了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特种飞机、教练机、直升机、通用飞机和无人机共8大类机种，其中包含歼20、歼11、歼16、运20、轰6K 等明星机型的命名。本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了18个军民机品牌系列，军机系列包括龙系列陆基战斗机，如歼20为威龙，歼10为猛龙，歼16为潜龙；沙系列舰载战斗机，如歼15为飞沙；神系列轰炸机，如轰6K 战神、轰6N 雷神；鹏系列军用运输机，如运20为鲲鹏；千里眼系列预警侦察类飞机，如空警500为千里眼500；海雕系列反潜巡逻机，如运8反潜巡逻机为海雕8；雷电系列通信对抗飞机，如运9通信对抗飞机为雷电9；鹰系列教练机，如 L15教10为猎鹰；霹雳火系列专用武装型直升机，如直10为霹雳火10；神雕系列战术通信类直升机，如直20为神雕20；民机系列包括吉祥鸟系列民用直升机，如 AC313为吉祥鸟313；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命名为昆龙，高端型通用飞机命名为领翔，普通型通用飞机命名为领雁，飞艇和细流气球类命名为祥云。另外，民用运输类飞机仍以新舟系列命名。军民用无人机保留了翼龙、云影、玄歌3个系列的品牌命名。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它命名的规范化啊，因为原来这些飞机，中国研制的，但是它的命名名称有点乱，有的官方给了名字，有的官方没给名字，有的名字是民间的一些人自己起的爱好者啊什么的，有的一些名称又是西方国家给起的一些绰号啊等等啊，就是说有不利于宣传、不利于管理、不利于规范。那么现在统一由研制单位给它命名的话，它就成规律、成体系啊，然后对外宣传也好宣传。这次公布的别名形成了整体性的规则，甚至对未来的飞行器的绰号都有了一定的规划，可以按图索骥。其次，有一定的继承性，一些型号别名沿用了之前的别名，比如歼轰7飞豹、歼10猛龙等。最后，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不论是龙系列、鹏系列还是千里眼系列，具体如歼11的应龙名称来自《山海经》，歼16的潜龙名称则来自《周易》，都打上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为航空器命名一个代号或者绰号是国际惯例，有利于更为直观、生动展现装备形象，提高装备的知名度。从国际上看，甚至有的型号完全是以这种所谓的别名命名的，比如说法国的幻影系列战斗机、阵风战斗机，欧洲的台风战斗机等等。美国战机均有别名，比如 F-22战机代号猛禽， F-35战机代号闪电2， B-1B 战略轰炸机代号枪骑兵等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武器型号名称高度保密，或者同时拥有好几个代号，例如设计单位代号、武器系统代号、武器型号、工程代号等等。这给了北约国家可乘之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为苏联和中国的军事装备特地发明了一套命名规则。由于掌握国际话语权，北约给我国武器装备乱起的名字反而大行其道，并被广泛传播。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这些绰号是中国自己命名的。例如，北约对战机的命名规律是以装备用途的第一个字母翻字典找出一个对应的单词作为该战机的绰号。例如，战斗机使用字母 F 开头，轰炸机使用字母 B， 直升机使用 H， 其他飞机使用 M。当然，在给中俄等国装备命名的时候，这些名词绝不会是高大上的，大多数是贬低性和负能量的名词。例如歼8歼击机，北约代号为长须鲸。长须鲸是世界现存体型第2大的动物。歼8战机被命名为长须鲸，是因为长达21米的机身长度。再例如歼轰7飞豹战机，北约代号为比目鱼。西方人啊，他对尤其是他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他命名这些飞机，特别是名称的时候，他就是故意矮化。原来特别是北约对原来苏联的飞机，完全就是这样，他就是起一些，要么很怪，要么有点丑化，要么就有点贬损的这种绰号。最贬损的就是这图160这个轰炸机，其实俄罗斯自己有一个比较很美的一个名字叫白天鹅，但是到北约这边，它因为轰炸机它都以 B 打头，北约就找了一个 B 打头的词叫什么呀？叫海盗旗，这明显就是贬损他们。这套命名系统在冷战期间对西方阵营来说相当方便，以至于到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习惯以北约代号来称呼这些武器。不过实际上，武器的装备及研发国自己也有一套命名系统，因此导致一种武器出现了不同的名字。比如俄罗斯自己给武器起的名字，甚至还出现和北约使用同样名字，但命名武器平台却并不一样的情况。比如台风级核潜艇就是北约的名字，而俄罗斯则称其为阿库拉鲨鱼级。而北约的命名中，阿库拉鲨鱼级则是俄军的一款攻击核潜艇，而这款潜艇俄军自己的名字为白斑狗鱼 B 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武器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这时，中国军队在对外宣传时，也开始为自己的战机取名，但都比较古板，缺乏灵性。例如，歼7M歼击机被命名为空中哨兵，歼82战机被命名为空中美男子，这些命名都不能令国内军民满意。歼10面世的时候，我军的命名为猛龙战机，终于开始有中国特色了。歼20首飞以后，因其是第4代战机，而且原型机阶段全机涂装为黑色，被网友称之为黑4代，进而又亲切地引申为黑丝带或黑丝。如今终于被正式命名为威龙，较之北约有暗示毒鸦意义的代号火焰獠牙，这个名字则显得正义凛然，中味十足。所以主动为我们的武器装备命名，还可以起到抢占舆论高地、抵制西方装备文化侵略的作用。2022年环太军演本周在美国夏威夷周边海域拉开帷幕。今年的演习规模更大，投入兵力更多，装备更全，但更多折射出美域借演习拉帮结派、搞大国竞争的险恶用心，反映了美夯实主导地位、推进印太战略的政治图谋。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2演习周3在夏威夷开启，将持续到8月4号。此次演习参演国数量、出动舰艇规模、兵力均刷新历史纪录，总计26个国家、42艘水面舰艇、潜艇、9支国家陆军部队、170多架战机和约2.5万人参加。各方将联合进行反潜、反舰、反水雷、防空、制空、两栖登陆作战、地面巷战等多种演习。尽管美军方尚未公布完整的参演装备名单，但林肯号航母、埃克塞斯号两栖攻击舰和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2号舰迈克尔蒙苏尔号已经抵达夏威夷。在美军阵容当中，无人装备也将扮演重要角色。除罕见派出了3艘无人水面舰艇，主要负责操作 MQ-9死神无人机的美空军第49联队，已从新墨西哥州基地出发参加此次军演。首次亮相环太军演的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作战团，该作战团今年3月才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陆战师的第3陆战团改编建成，由更小的机动的远征前进基地分遣队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复杂作战环境下迅速控制关键航道或岛屿，并使用或引导反舰导弹击沉敌方舰艇，协助海军作战。有分析认为，虽然滨海作战团还在发展中，但在这次环太军演中，它是值得关注的力量。它是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尝试着去利用这个陆基的这个反舰武器去制海，跟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有观察认为，今年环太军演的规模空前，但与以往相比，最大的变化却不在于规模，而是指向性。
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环太军演，创立之初正值冷战，基本针对苏联。冷战结束后，环太军演开始转型，不再具体针对某个国家。近年来，该演习已悄然成为美国推行其印太战略的重要工具。美军通过此项演习，展示先进装备，验证新的作战概念，并强化与地区内盟友及伙伴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美国海军此前发布的有关今年环太军演的新闻稿就明确说明，本次演习是为了提高联合部队所需的联合作战能力、抗打击能力和灵活性，以阻止并击败大国在冲突各领域各阶段所采取的侵略行为。对此，有美媒借所谓分析人士之口称，这次军演就是在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即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所谓扩张会遭到阻止和击败。事实上，美国借环太军演拉帮结派搞大国竞争、推进印太战略的图谋，从其邀请参演的国家就不难看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均在列，美英澳奥库斯安全同盟的成员也悉数到场。其中，日本和韩国派出的阵容引人注目。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的出云号是在改装为可起降 F-35B 战机的准航母后，首次参加环太军演。本次演习中，尽管出云号并没有搭载 F-35B 舰载机，但有分析认为，很有可能美军的 F-35B 战机会在演习中演练在出云号上进行起降，从而提升双方联合作战能力。其实日本的话，它规模的话跟以前相似，我觉得它主要是想展示出和美国之间的有一个高度的互操作性，就是双方能够特别紧密的合作，凸显了它在美国的盟国里至少是第一梯队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第17次参加环太军演的韩国海军，今年的参演规模更创下了历届之最，派出包括排水量达15000吨的马罗岛号2栖攻击舰，排水量为7600吨的世宗大王号宙斯盾驱逐舰，以及4400吨级的文武大王号驱逐舰在内的3艘舰艇参演。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海军准将安祥敏将在此次演习中首次担任远征突击团团长，指挥多国联合部队。他将登上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埃塞克斯号，指挥8国共13艘水面舰艇及9国海军陆战队共1000多名兵力。分析指出，韩国在此次环太军演中的种种表现，是尹锡悦政府想向美国展示，韩国可以在美韩同盟中扮演更大和更多的角色。新总统尹锡悦上台，他的政策较前任他会有一个调整，尽管调整的力度不好说，但是调整的方向可能是相对来说抛弃以往的这个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走这个模糊的相对号称不偏不倚的这样的一种路线，而转而更为强调说这个韩美同盟，包括韩美军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深化。他这次派出了历史上最多的这个参演的部队。值得警惕的是，此次参演的26国当中，近半数是北约成员国或与北约有伙伴关系的国家。因此，环太军演当前最大的破坏性体现在它对地区和平氛围的毒化上。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王鲁彤日前在接受央视总台专访时指出，亚太地区不属于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中国反对任何旨在损害地区和平、破坏地区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旨在挑动新冷战的小圈子，特别是反对把军事集团引入到这个地区去挑动对抗和分裂。我们多次明示北约，渲染所谓中国的威胁挑战不会给北约带来他想要的安全，北约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立即停止对中方的各种指责污蔑，中方将坚定地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并继续同亚太国家一道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安全。我们不会任由别人把亚太搞乱。环球时报的社评指出，尽管美国想用大国竞争把太平洋的水搅浑，但其霸权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只要大多数地区国家不陪着美国一起作，不跟随华盛顿去趟地缘政治竞争的浑水，它的各种不负责任行为就会受到更大的制约。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环太平洋2022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现在开始，那么您认为其与往届相比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呢？从规模上讲呢，这次的环太军演基本恢复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集结水平。要说特点的话，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包容性减少，排他性、对抗性增强。在21世纪的第2个10年，美国呢还一度邀请俄罗斯和中国参加环太军演，
但时间很快呢就发生了变化。从2014年开始美国不再邀请俄罗斯参加；2018年开始，美国不再邀请中国参加。要知道，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环太平洋的大国，不让中俄参加，明显的可以看出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不再具有包容性，而是呢越来越强调排他性和对抗性。今年参加环太军演的都是美国的盟友，或者是美国极力拉拢的国家。演练的科目呢，也从非传统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了传统安全领域。二是参演舰艇大型化，除了美国海军派出林肯号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之外，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也都派出了各自的准航母参演，尤其是日本的出云号，去年才完成了航母化第一阶段的改造，现在呢就首次参加了环太军演。美国及其盟友呢派出众多大型舰艇参演表明他们现在呢很强调在深海大洋进行大规模传统海战。三是呢积极演练新战法。今年的环太军演，美军投入了大量的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无人潜航器，而且美军新组建的滨海战斗团也首次参演。那显而易见，美国呢是在通过这次的环太军演与核心盟友演练了联合作战的新战法，包括呢如何让无人装备和有人装备呢进行配合如何呢进行分布式作战，两栖作战如何呢更快更顺利的进行等等。日本和韩国这次参演兵力都比之前大，尤其是韩国可谓精锐尽出，连一直捂着盖着的马罗岛号两栖攻击舰都首次派出去参演。那么您觉得这是否说明日韩现在积极配合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呢？的确是这样，甚至可以说这次的环太军演就是日韩在美国面前争宠的表现。近年来，日本呢一直紧紧追随美国甘当美国的马前卒，而韩国呢则不愿意公开选边站队。但是今年韩国总统大选，尹锡悦呢成为韩国新总统之后，韩国的态度几乎发生了180度变化，迅速倒向美国。那这次韩国海军呢派出马罗岛号、世宗大王号等先进水面舰艇，就是呢向美国献媚表明韩国在亚太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呢不比日本低。韩国的举动呢让日本内心里边有了失宠的危机，于是呢日本就将改造的出云号派去参加环太军演，表明日本呢才是美国的头号铁杆小弟嘛。那此次环太军演呢，外界极为关注的一个演习科目就是美军的 F-35B 战斗机是否会在出云号的甲板上起降。而从美日军事合作的紧密程度来看，F-35B 呢极有可能在演习期间在出云号上起降。美国呢对日韩在自己面前争宠是极为高兴的，这让美国呢有机会将多年来一直分开的美日美韩军事同盟整合为一体化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从而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进一步稳固，实施印太战略的能力也将变得更强。欢迎回来。随着乌军撤出北顿涅茨克，连日来利西昌斯克成为俄乌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旦彻底掌控利西昌斯克及其郊区，意味着俄方将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俄方称已经控制了利西昌斯克炼油厂，乌军损失惨重，但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乌军没有撤离利西昌斯克的计划。对于俄乌战事未来走向，美情报机构预测，俄罗斯在乌克兰将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但不会取得重大突破。卢甘斯克地区武装周五表示，已经控制利西昌斯克郊区。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同日在发布会上表示，俄军一天消灭乌军190多人。此外，俄军已经到达乌克兰利西昌斯克市。在过去的3天里，利西昌斯克炼油厂、一座矿井、一家明胶厂和一个定居点已处在俄军控制下。俄新社的报道称，俄军和卢甘斯克武装目前正在向市区展开积极攻势，距离控制整个利西昌斯克可能只需数天时间。对于俄方的这一说法，乌军总参谋部给予否认，称目前俄军只控制了部分炼油厂区，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俄军在炮火支援下试图包围利西昌斯克市，并控制利西昌斯克到巴赫穆特高速公路路段，但那里的乌军部队目前没有撤离的计划。据英媒报道，目前驻扎在利西昌斯克市中心的特种部队可能是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
与此前北顿涅茨克的情况类似，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牵制和消耗俄军，为乌军在其他地方加强防御争取时间。有西方官员认为，俄军延续了前段时间在顿巴斯地区的打法，充分利用进攻火力上的优势压制对方。那它作为通往北顿涅茨克的一个重要的供给线，如果利西昌斯克被攻占下来的话，将意味着乌军在北顿涅茨克的这个战略补给线将会被俄军切断，不仅仅是弹药补给、药品、武装人员，甚至包括粮食的这样的一个切断，对于乌军来说将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势。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大规模炮击哈尔科夫、巴赫穆特等地。路透社称，6月下半月以来，俄军加强导弹打击力度。过去2周，乌境内遭导弹袭击的次数相比之前增加了1倍。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任何变化，战术可能有所不同。同时，蛇岛也有新的战事。蛇岛位于黑海西部，距乌克兰重要港口敖德萨仅140公里，战略地位重要。据乌克兰24频道周五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扎卢日表示，当天傍晚，俄军2架苏30战机从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对黑海蛇岛发动了2次攻击。俄军方尚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周四宣布，俄军已经结束了在蛇岛的任务，并于当天从蛇岛退出。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军从蛇岛撤出驻军，将避免乌方以俄方控制黑海西北部海域，导致粮食无法运出为借口，炒作粮食危机话题。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俄军是因为无法承受乌方的打击，才从蛇岛撤离的。但乌克兰南方指挥部发言人也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还没有登陆蛇岛，在那里建立前哨还为时过早。有观察认为，乌克兰难以真正驻守蛇岛，一是乌克兰已经没有海军，二是上了岛也会变成俄军轰炸的靶子。美国情报机构首次公开透露对俄乌冲突的最新评估，但他也表示，俄罗斯军队将会控制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大部分区域，并将巩固其对乌克兰南部地区的控制。海恩斯认为，总体来看，俄乌冲突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美国情报机构的共识是，俄乌冲突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次美情报部门对于俄乌局势的一个评估是较为中肯的一项评估。俄罗斯常规军事作战的能力与普京对于国家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雄心，这样的一个不匹配的现实来说，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一场危机当中，未来是比较艰难的。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8.2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新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和反炮兵雷达，并为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提供更多弹药。该计划包括7.7亿美元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资金，允许国防部直接向承包商提供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5000万美元的总统提款授权，允许从美国库存中运出武器。此外，本周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准备好保护盟国每一寸土地。他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及2008年南奥塞梯冲突为例，指成员国一旦发生战争，整个北约组织将会全面回应。对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一事，斯托尔滕贝格还提到，两国将在下周2签署议定书，在全体成员同意后，两国将正式加入北约。不过，拜登周五在提到瑞典获邀加入北约时，再次食言。We got the telephone. He suggested we call the leader of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my goodness, I'm getting really anxious here about expanding NATO. Sweden. 针对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峰会上批准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将俄罗斯称作是北约最大却直接的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周五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是明确宣布与俄罗斯的对抗，以全方位遏制俄罗斯。格鲁什科表示，北约峰会的结果表明，北约已回归冷战时期的军事安全保障模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导致波罗的海地区军事局势恶化，这将是欧洲安全发展进程中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若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安全。那对于俄罗斯和北约来说，他们之间的对抗将会从普通的外交战进行到一种非常白热化的实质性的对抗。
6月30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莅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周6上午举办香港社会各界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一锤定音，给香港派了一剂定心丸，极大增强了香港同胞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信心。骆惠宁表示，习近平主席冒着疫情亲临香港视察，体现了对香港高度重视和对香港同胞的深情关怀。习主席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深刻总结“一国两制”实践规律，对于建设好、治理好香港提出重大要求，是一篇充满真理力量的纲领性文献，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骆惠宁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明确表示，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这一重大论断历史性地回答了“一国两制”要搞多久这一重大问题，必将对“一国两制”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事实雄辩证明，无论什么难关，都没能阻挡住香港前行的步伐。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险挑战，“一国两制”都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骆惠宁强调，习主席关于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这一重大论断，也再次体现了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大计，展现了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光明前景。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一锤定音，给香港派了一剂定心丸，极大增强了香港同胞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信心。那些担忧“一国两制”方针以后会变的朋友，现在可以安心了。那些抹黑“一国两制”的谣言，更是不攻自破了。骆惠宁表示，展望未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外部干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困难，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做到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就一定能够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功。骆惠宁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并就抓住机遇、开启新篇提出4点重大要求，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香港由治及兴的迫切需要。骆惠宁强调，第6届香港特区政府已接任上场，中联办支持特首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他提醒，香港各界在未来一定要把握发展战略机遇。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香港各界要善于把握战略机遇，以苏州过后无艇搭的紧迫感，把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出来。骆惠宁表示，排解民生忧难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应有之义，希望社会各界可以积极行动起来，支持特区政府把握最大民心，坚定最大追求，共同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主席给我们清晰地指明了发展方向，提出了4点希望，核心就是心里要有人民，人民对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在座谈会上呢，骆惠宁主任首先发言。那随后呢，香港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主席、中资机构代表、香港金融界、法律界、教育界的代表、香港同乡会社团主席等等，他们都依次谈了学习心得和体会。
他们在发言中呢都表示，聆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之后呢，信心是大大的提振，备受鼓舞。他们也从各自的领域讲述了接下来该如何为香港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座谈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习主席在强调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时，提到了4个必须，其中包括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这一点让他印象深刻。港人治港呢，是我们真正有民主的开始。然而，要使得那个一国两制这个制度的完整可以保持，一定要环环紧扣。一方面有中央的授权，另外一方面我们在香港要爱国者治港，我们要照顾国家的主权、发展利益和安全，还有就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姜玉欢对深圳卫视表示，他周五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到习主席对香港居民的关爱，对香港青年的关怀，以及对香港社会各界寄予的希望，这是对香港发展最好的强心针，也让他自己對於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有了更明確的方向。我係第一次咧，其實感受到習主席嘅現場講話嘅。咁我自己從講話嘅內容咧，我自己感到都係相當之興奮。我作為立法會議員咧，其實我最有感受嘅咧就係習主席一句説話咧，就係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咁我自己琴日喺我嘅面書都有講啦，我一定係會以呢一個嘅説話嚟到作為我自己嚟緊將來3年幾、3年多，我自己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標嚟嘅。香港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則對深圳衛視表示，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深刻領會習主席的重要講話精神，在建設香港、發展香港方面貢獻力量。我堅信在祖國強大的支持下面，在香港愛國者治港的團結努力下面，我們肯定可以開一個新的篇章，可以再創輝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周六發表題為《深情的關懷、堅定的信心、殷切的希望》的文章。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出席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慶祝活動並視察香港，突出體現對香港同胞的深情關懷，有力築牢各界對香港發展美好前景的堅定信心，充分表達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現良政善治的殷切希望，為新一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帶領社會各界着力破解香港當前問題，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此次香港之行，全面開啟香港發展新階段，在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站在新起點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定能夠續寫一國兩制新篇章。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周六也發文表示，習近平主席發表的重要講話，高度評價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深刻總結一國兩制實踐規律，對香港未來發展提出重大要求，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指明了方向。習近平主席視察活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一是展現親民情懷，二是闡明大政方針，三是體現大力支持，四是指引開啟新篇。